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只爱洗澡的小鳄鱼？对于游戏，大多数人都知道它是少一滴水都不肯洗澡，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，它是由迪士尼公司推出，其游戏的剧情设定来源于上个世纪美国的都市传说。2011年9月22日，鳄鱼小顽皮爱洗澡正式推出，由 Creature Feed 开发，迪士尼发行，上线首周成绩斐然，一举超越当时愤怒的小鸟，在全球90个国家登顶苹果商店榜首。次年9月，在游戏1周年之际，迪士尼宣布该游戏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，并带来了原创 IP 动画片，中文译名为《小顽皮地下冒险记》，于2012年10月播出，整剧共12集。回到游戏上，在剧情设定里，讲述的是一只住在城市下水道的鳄鱼，非常爱干净的它喜欢洗澡，不过水管与浴缸之间会有许多障碍，玩家需要帮助鳄鱼清除陷阱，将清水引到它的浴缸之中，并尽量获得鸭子。对于游戏的剧情设定，或许有些人会好奇，为什么是住在下水道中的鳄鱼？关于这个设定，当然不是凭空想象，它来自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。当时美国上流社会特别喜欢养鳄鱼，不过总有些不负责任的人将这些鳄鱼抛弃，久而久之，下水道中就出现了鳄鱼。后来这个消息成为了一个都市传说，其传播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水猴子，而游戏正是基于这个传说为灵感，打造出了鳄鱼小顽皮爱洗澡。鳄鱼小顽皮的内存十分低，只有80兆左右，但如此小的身体中却隐藏大量关卡。游戏分为小顽皮、艾丽、大顽固、神秘鸭4个主题，主题之下又分为多个章节，章节之下又有关卡，外加挑战章节。游戏共691关，毒水、酸液、水藻、岩浆、粘土等大量设定，在玩法的互相结合下，丝毫不显枯燥。如清水会助长水藻的蔓延，需要用毒水清除，当毒水不够用时，可以加入清水进行混合。酸液可以腐蚀泥土，与毒水结合会爆炸，但它与水藻结合又会使水藻变成坚硬的石头。清水与毒水遇到岩浆会变成蒸汽，蒸汽碰到冰柱又会变回清水。粘土是一种流动的泥土，加入清水可以延缓泥土的形成。除了这些设定，还有大量的机关与管道，可以控制出水的时机与流出的物体。这些复杂又简单的玩法构成了这款游戏。当然，鳄鱼小顽皮之所以传播广，还因为它的难度并不高，在多次尝试后都会想到过关的办法，不会让玩家陷入到卡关的窘境中，反而会因为玩法获得极大的满足感。在鳄鱼小顽皮大获成功后，迪士尼该考虑的便是后续作品。然而，游戏成也迪士尼，败也迪士尼。在游戏成功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推出2代，反而是看到了游戏玩法的潜力，纷纷让自己旗下的 IP 上阵，将其玩法与之相结合。2012年6月28日，鸭嘴兽泰瑞在哪里正式发布。这个角色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其原型来自于动画片《飞哥与小佛》，玩法大体沿用了鳄鱼小顽皮，如水、蒸汽、冰柱、土壤等保留，引入了激光这一新的玩法设定，利用镜子进行反射，将激光引导到指定位置。如冷激光可以将水变成冰块，热激光又可以将冰块变回水，二者相碰时会发生爆炸等新设定。不过该作并没有获得前作的成功，其热度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。2012年12月20日，在鸭嘴兽泰瑞上线后的半年，迪士尼又为其打造了一款新游，并在次年5月份推出第3款。而在第3款推出后的1个月，2013年6月19日，以鳄鱼小顽皮为玩法的新作再度发售，这次不是泰瑞，更不是小顽皮，而是以米奇为 IP 所打造的新游。直到同年的9月份，2代才姗姗来迟。不过2代的推出并不顺利，1代为付费游戏，购买完整版为6元，2代为免费游戏，按理说传播度应该更广，但2代有2个争议较大的问题：内购关卡和十分严重的卡关现象，尤其是卡关让不少人都中途退游，导致2代的成绩远没有1代成功。在2代失败后，迪士尼算是彻底放弃该游戏，继续授权 IP 打造新游戏。2013年11月与2014年4月相继推出了2款以喜羊羊为主题的游戏，玩法同样沿用小顽皮设定。看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，喜羊羊是国内公司，迪士尼是国外公司，这2家怎么会在一起呢？这个问题不止你们好奇，当年更是引发了巨大争议，类似迪士尼高价收购喜羊羊的传闻不绝于耳。其实故事很简单，当年喜羊羊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想要将产品推向海外市场，于是和迪士尼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合作，而喜羊羊版小顽皮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。不过原创动力虽然没有被迪士尼收购，但是被奥飞100%控股，奥飞就是铠甲勇士、奥迪双钻的公司。扯远了，说回游戏，在游戏上接连失败的迪士尼彻底放弃了小顽皮这个 IP， 授权给其他动画的想法也没有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，小顽皮的研发团队怎么办？迪士尼公司主营业务是节目类，游戏业务基本都是授权出去，现在公司内部不做小顽皮，原班人马似乎只能调岗。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显示，团队在2015年推出最后一款产品，就再也没有消息，或许已经转岗，或许已经离职，但不管如何，就像这只小顽皮，我们可能有好多年没有陪过它，但在内心深处依旧会记得它。